各种各样的一些美景啊，这个正好有我们这个深圳的这个工程啊，分布定，这叫体育叫分布定啊，非常好。这一路呢会有很多的深圳的特色，你比如说这个起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石头啊，这样的石头，这就是花岗岩啊。后面我在讲课的过程中，讲完了，可能你们包括这个地板上的岩石啊，包括我们街上的岩石叫什么名字，你可能就有所了解了。这个我们在疫情期间呢，这个我们中山大学的地质实习不能出省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个实习放在了这个大红半岛啊，大红半岛。大红半岛呢也是有一些特色的啊，比如说这个美人鱼的这个取景地是吧？这个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岩层啊，一层一层的。当然这个岩层你也看到，不是说是就像我们人工的特别平整，那是因为受到了一些这个挤压啊。然后除了这种带岩层的这种呢，这是一个沉积岩啊，沉积岩。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青羊山的这个长度很大啊，就从山脚爬到山顶，大概可能要7、8个小时啊，青壮年也得5、6个小时。这个垂直攀升的这个深度很大，实际上这就是另外一种岩石，是火山岩，火山喷发的时候喷出来的啊。这个所以像日本的富士山啊，我们这个青羊山呢，就是深圳的这个地标了啊。然后当然这个大自然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这个南方有很厚的这个覆盖层，如果只是在这个野外观察的时候，有时候很难碰到石头，是吧？很多时候我们是找海边的这个海水过湿了之后能够出来的这个图片啊。这是我们这个到了阳江啊，阳江这儿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习基地啊，实习景点啊，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点啊，这个就在海边啊，这就面向南海啊。然后我们进来看一下啊，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跟那个国画一样，是吧？这个弯弯曲曲的这个复形变形。然后这个仔细观察的话，其实有这个黑色的，也有白色的，是吧？这就是另外一种岩石，叫变质岩。然后我们看这个非常漂亮啊，这个可以作为这个观赏石来用啊，也是有这个白色的，这叫浅色体啊，有暗色、深色体啊，这是它怎么形成的呢？它是一个变化的，类似于我们烧炉子一样啊，烧的过程中呢，这个原来的原始的还留着啊，原来是一个沉积岩，后来在烧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变成了熔浆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啊，变成了这种非常非常壮观的这种景象。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这个就更偏白，是吧？白色的这个就代表它可能烧的更厉害啊，这个熔体更多啊，这是这个啊，我们来看就是这些现象。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些这个变形啊，变形，看这个屏幕可能更清楚一点啊，这个屏幕，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需要一个很高的温度、很高的压力，是吧？那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我们一个沉积岩石能够烧成这样子呢？我们地质学家呢有一些方法，我们大概这个地下5公里，这个包括压力、包括温度就可以实现大概这个温度大概要8、900度，8、900度，我们反算成这个深度的话，那就大概是5公里。但是它现在已经出入到了地表，是吧？我们看到了在地表，那就是说，从它形成到它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地区排成了有5公里。啊，5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大家往上5公里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量。
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导致了这个地区有5公里的抬升，把5公里以下的东西抬到地面，这是一个情况啊。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去观察的话非常漂亮，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没有烧完的没有融掉的，还是保留了原来的这个沉积岩的一些特点。这也是这里面大家仔细观察的话，还有一些模糊的比如16子石，16子石如果品质更高的话，可以做宝石这也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啊。然后，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基地这个我们广东这个地质现象呢，这个路头比较好，能够观察的不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教授呢是澳大利亚